Hello，¿cómo está？大家好，我是 Sharon。今天这个影片是要来聊聊我在菲律宾这3年来遇到的一些文化冲击。我最近有收到越来越多私讯呢，就是很多朋友对菲律宾的工作其实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呢，今天就打算拍一个文化冲击的一个影片，希望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菲律宾。没有开始之前，想要跟大家做一下一个简单的疫情 update。目前菲律宾的这个疫情，我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的。目前确诊的人数已经有大概9万多例，那快要破这个10万的大关了。我们是还在一个quarantine 的一个情况，可是是 General Community Quarantine， 就是 GCQ。那我之前有一个影片有更详细的说明，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也可以看我之前那一部影片。大家都预计8月1号应该会回到之前的 ECQ， 就是一个比较严格的那个 quarantine。看新闻是说，因为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政府那边其实也不敢封城，因为封城的话会导致很多人丢工作，然后可能会就是没有钱去支撑他们的生活。如果找到菲律宾工作的朋友呢，那可能短期内你们都不能过来了，因为疫情真的是太严重了。就是允许外国人入境这件事情，可能真的要等到明年或者是更晚之后才有办法实现了。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聊这个文化冲击的部分啦。我需要声明一下，就是这也只是我的个人的一些小小的意见，并不包括所有人的立场啦。那如果你是对菲律宾有其他的意见的话，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就是让我知道。And to my Filipino viewers, if you're watching this, I hope you wouldn't feel offended because this is just something that I felt different from what I've experienced or where I've came from. Overall, I've been enjoying my stay in the Philippines, so if you're ready, let's get started. 好，第一个就是关于检查包包这件事情。菲律宾这边所有的大楼跟商场呢，其实都需要检查包包才会让你进去的。那这件事情我非常的不习惯，是因为在我去旅行的别的国家，还是马来西亚，其实都没有这个检查包包的这个规定。甚至有一些更高级的商场，他们会配那个像过海关一样的那个 X-ray 的那个机器，就是要检查你的包包里面有没有带一些什么危险的物品啊，比如说炸弹啊，或者是刀子啊什么之类的。如果第一次来菲律宾的朋友，如果你就是被要求检查包包，千万不要觉得是因为你长得像小偷还是怎么样，这就是菲律宾的规定，就是连你买外卖，就是比如说你打包一个麦当劳，就是也要经过那个 X-ray 的 machine， 或者是你要打开给保安看一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违禁品。所以菲律宾这边所有的大楼的入口跟出口呢，都一定是分开的。那如果你走错的话呢，保安真的是会往死里面拦你。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是因为我每次回马来的时候，我还是会站在商场的门口，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看说，那个入口跟出口在哪？那个手就会自动准备打开包包，想说要给保安检查，然后是忘记了，就是其实马来西亚没有这个规定。那个就是关于很堵车这件事情，我相信现在很多城市其实都是蛮堵车，就像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其实也是很堵车的。可是我觉得马尼拉它主要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路非常的窄。在马尼拉你真的是很少看到道路是有超过就是2条的，大部分的道路都是只有2条 lane，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车流并没有这么多，可是就会导致非常的堵车。我曾经最高纪录有试过，就是从我上班的地方回到家里，平常不堵车一个8分钟的路程，可是最后堵了40分钟。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就更夸张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第一次来这边的朋友，你们要来旅行或者是安排行程的时候，真的是要预留多一点时间。是来工作的朋友，如果你的公司是没有提供你交通的话，建议你找房子的时候，一定要确定你的房子是跟你工作的地方非常的靠近，不然你迟到的几率将会非常的高。前阵子也有发现有一个 APP 非常的好用，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个 APP 叫做 Angkas。就是这个是摩多计程车，我们一般在菲律宾打车都是用 Grab 这个软件的。可是如果在高峰期的时候，有时候 Grab 是非常难叫得到车的。如果你是一个人赶着上班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打一下这个摩多计程车，因为它骑手非常的多，而且价钱也真的是很便宜。就像我平常从我家去上班的地方，可能一个10分钟的一个路程吧，大概就是50P 的样子，而且高峰期几乎都可以找得到骑手，而且他们的骑手都非常的专业，他们都会穿那个交警的那个背心，他们就会有一个扶手，是可以有一个5接触式的，你就可以扶着那个把手，然后他们还会准备那个 shower cap 跟那个口罩，就是让你防尘，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专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还没下载的话，也可以去下载一下这个 APP 哦。第3个就是关于贫富悬殊非常的大，是来菲律宾的时候其实是来旅游的，所以当时去的地方就只有马卡提这个地方，然后还有 BGC，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其实菲律宾我就是媒体新闻那边说的就是这么的落后，这么的可怕。直到我有一天去中国城玩的时候呢，然后就经过他们的贫民窟，然后就真的是目睹了贫民窟那边真的是有一些人是过着非常就是贫苦的一些生活，真的是有小孩连衣服都没得穿，然后他们住在那种铁皮屋，然后没水没电，然后在马路边可能会有一个婴儿床。其实每个地方都会有贫富悬殊，可是菲律宾这边的我觉得算是比较大的，就是你在马卡蒂这个 area， 其实你真的是不会感觉到原来就是在离开马尼拉。离开马卡蒂就是稍微远一点的区，竟然会有人是过着这一种生活的，这也是就是让我感觉到蛮冲击的一个地方。
第4个就是关于生活步调比较慢。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被香港的朋友说过，他说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人非常的 lay back， 就是很 relax， 生活的步调其实没有比香港那边这么的快。来了菲律宾以后，发现菲律宾人就是比马来西亚人更加的 relax， 就是你在路上真的是很少会看到有人就是走得很快，大部分的人的步调都是走得比较慢的。我觉得这也导致了他们有一些服务的那些效率就会比较慢。就比如说你的冷气坏了，你要找人来修，可能要等2个礼拜。如果你要申请装网路，可能网上申请以后你要等2个月，然后才会有人来装。比如说你要从国外网购的话，可能要等1个半月。可是我发现这个情况其实有越来越好了啦，就是因为菲律宾也在高速的发展中，所以我发现就是很多服务其实他们都有比我3年前来的时候就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啦。第5个就是关于很多人会说英文。在我还没有来菲律宾之前，我幻想的菲律宾应该会像泰国或者越南一样，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就是有菲律宾语 Tagalog， 所以我就感觉就是英文的通用性其实并不会这么的高。那我来了以后发现，真的是英文的那个通用性呢，在菲律宾我觉得是可以高达就是95%，就是连你去一些很偏僻的小岛都可以用英文沟通。所以你会英文的话，你几乎真的是可以跑完整个菲律宾都没有问题。第6个就是关于物价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便宜。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的超市的影片呢，还有那个周末的影片，也知道，就是特别是马尼拉这一区，它的物价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便宜。大家都觉得东南亚应该是很便宜的。我觉得别的国家他们平价的一些餐厅会比较多，可是菲律宾这边除了路边摊跟便利商店的，其他的餐厅只要它是餐厅，不管它是什么餐，就是无论是非餐、中餐、西餐还是任何的料理，是起码都要200P起跳。以旅游的费用来比较的话，我觉得菲律宾在东南亚真的是算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的，因为我曾经就有用过$30在泰国还有越南，就是租过一个海景房。可是，在菲律宾的海边，就是起码我觉得海景房都要$100起跳吧，就是不可能有低于$100的海景房吧。可是当然便宜的东西也是有啦，比如说夜生活啊，那些酒吧啊、按摩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一些都是跟其他的东南亚的国家其实都差不多的，甚至还有比较便宜。就是关于喝酒还有抽烟的这个规定非常的严格，在菲律宾是不能 public drinking 的，意思是说你不能拿着就是有酒精的饮料。在菲律宾你是不能拿着酒，就是在路上喝的，就只能在你家里或者是餐厅喝。还有抽烟呢，只能在他们指定的，就是抽烟区，就是 DSA Designated Smoking Area 才可以抽。因为我们都很习惯，可能想说要买一个啤酒啊，然后跟朋友坐在公园那边喝一喝、聊一聊天。那这件事情在菲律宾是不允许的。那我曾经真的有试过，就是在公园喝酒，然后被警察拦下来，然后警告说叫我。之前也有同事就是在没有指定的地方抽烟，然后就被卫生署的人没收证件，然后还有罚款。然后之前也有马来西亚的朋友来宿务旅游的时候，就是不听劝，然后就在宿务的那个酒店房间里面抽烟，然后退房的时候让酒店人员发现了，然后最后罚了10000P。所以第一次来菲律宾的朋友，你们真的要非常的注意。第8个就是外国人很多。我刚应征上菲律宾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一直以为我来到这边的外国人应该会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小的一个群体，就会围绕在一个小的区域。可是来了以后才发现，是马尼拉这一区外国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就是除了华人以外，就是还有很多日本人啊、韩国人啊，其实都会在这边工作啊，或者是移民过来这边。然后还有西方人也非常非常的多。觉得菲律宾人其实对外国人的那个态度是非常的习惯的，因为他们可能就已经习惯了有这么多外国人就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出现。一般他们对外国人都是非常的友善的，就是目前我经历过的就是非常的友善啊。虽然也有听说过就是有一些朋友有一些不太好的经历，可是我自己本人是没有遇到啦。就是我之前去碧瑶旅游的时候，不会搭吉普尼的时候，有一些当地人就是会很热心的，就是教我怎么搭吉普尼啊，然后我到站的时候还会叫我下车。有时候我走在路上，可能包包没关好啊，都会有人提醒我说：“哦，小心你的包包，要把它关好。”这样，所以目前是没有遇过太极端的一些 case 啊。第9个就是关于地震跟台风。马来西亚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马来西亚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天然灾害的，就是我们刚好就是避过了这个地震带还有这个台风。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台风跟地震，就是在菲律宾这个地方了。台风我自己是感觉没什么，就可能是风比较大。就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家楼下就有一些铁皮屋，然后那个铁皮屋的屋顶呢，就是被吹到就是掀开来，然后那个铁皮就飞走了。这样，这是我目前就是遭遇过最严重的一次台风。地震的话，之前大概2年前吧，就是有遇过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地震。那时候我在上班，可能上了5分钟以后，然后就感觉到就是身体开始左右的晃，然后东西开始在墙上面的百叶窗就会发出一些 ki ki ki
的一些叫声，然后到了就发出警报，然后保安就过来，就是带大家通过那个紧急通道，然后就到1楼去。幸好那个地震好像震了5分钟就没有再震了，然后大家都在群里面分享大家看到的一些照片，就有一些人真的是洗澡洗到一半，可能包着浴巾，然后就跑到楼下了。当时地震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台湾的同事，因为台湾人好像对地震这个东西就是比较习惯，从小就是对应对地震这个紧急状况可能有做了一些训练，所以他们的经验会比较多。跟着台湾同事我也比较安心。然后自从台湾同事就跟我讲过一句话以后，我就对地震这个事情就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地震这种东西，大的也跑不掉，小的也不用跑，所以你怕什么？第10个是一个比较小的点啊，可是我觉得还蛮就是可爱的，所以就想说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菲律宾人很爱吃白饭这件事情。来菲律宾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很多的餐点啊，就包括 McDonald、KFC， 然后还有便利商店的那些炸鸡饭啊什么的，全部都会配白饭。还有很多餐厅，比如说 Inasa 就会有这个 Unlimited Rice 的这个选项。如果你去买快餐的时候，你跟他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就是我可能只要炸鸡不要饭，他都说不行，就是你一定要吃饭。就是菲律宾的人就觉得你怎么可以不吃饭呢？人怎么可以不吃饭呢？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就是很可爱的地方。可是因为我来了3年以后，我现在都真的习惯了，所以现在我就是买炸鸡饭的话呢，我都会配着那个饭一起吃。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点 KFC 或是点麦当劳，他给你一个白饭，我会觉得很不解，就觉得为什么？可是现在来到这边也习惯了，这也是蛮可爱的地方了，我觉得。好啊，以上就是我在菲律宾这3年以来感受到的，我觉得就菲律宾一些就是比较奇特跟可爱的地方。那希望可以给还没有来菲律宾的你们呢做一些参考的。那如果你是已经在菲的朋友呢，就是如果你有感受到任何的一些文化差异呢，那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就是让我知道。今天的分享都到这边啦。那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型的分享的话呢，希望你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还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咯，下次见，拜拜。